洋洋想了想后说道：“那是爸爸的姐姐，爸爸想叫大姑姑就叫吧。不过，大姑姑要是还像以前那样，我吃了饭就走。”周红林很清楚姐姐的死性不改，便说道：“那算了，不叫她过来吃饭。她一来，我们吃饭都吃不香。她那张嘴啊，爱唠叨，说的话总是让人生气不已。主要是姐姐老想让洋洋帮她的儿女安排工作。洋洋才多大呀，他哪有这个能力？再说了，那些公司又不是洋洋的，就算战印等人愿意给洋洋面子，安排了工作，周红林都不敢保证自己的外甥能够好好的工作。他们好吃懒做，总想着不劳而获，就怕他们败坏了洋洋的名声，影响了洋洋以后的前途。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，等洋洋长大了，无论是陆东明还是战印，都会给洋洋安排一份工作的。那些人脉是属于洋洋的前途。周红林也不想让两个外甥影响了儿子的前途。我会给大姑姑准备一份礼，明天我一起带过去，到时候爸爸给大姑姑送去。洋洋就不想去大姑家里了，受不了大姑，也不喜欢表哥表姐的虚伪。小宝哥哥又还像以前那样嚣张，见了面总用仇恨嫉妒的眼神看他，说什么他命咋那么好，有一个嫁入豪门的小姨。小宝还对他的姐姐说，让姐姐以后也嫁入豪门，那样他们家里就有很多很多的钱了，他以后什么都不用做，都会有花不完的钱，像洋洋那样。周红英看着自己长得还算有几分姿色的女儿，觉得小儿子的话有道理，洋洋以后再有钱也给不到他这个姑姑，叫洋洋帮他长子安排工作，洋洋都拒绝呢，所以想跟着洋洋享福那是不可能的。若是自己的女儿能够嫁入豪门，那他们家就能通过女儿实现质的飞跃，但他们接触不到豪门少爷，只能通过洋洋。周红英教着3个孩子，以后对洋洋一定要好。洋洋再聪明也还是个孩子，哄的时间长了总能哄得住洋洋的，然后通过洋洋结识那些豪门少爷。像战家的9少爷只比自家女儿大几岁而已，周红英就很想女儿能嫁入战家当9少奶奶。海彤当初条件那么差，都能嫁入战家当大少奶奶。周红英自认家里的条件属于小康，她女儿的条件比起当年的海彤要好太多，努力努力，说不定她的女儿也能嫁入战家呢。到时候她就不用去巴结讨好洋洋这个侄子了。洋洋油盐不进，指望洋洋发财享福那是不可能的。自己的父母和弟弟如今都是站在洋洋那一边，不像以前那样会帮着他。周红林说道：“等你回家了，爸再通知你大姑过来拿。他在市区里开了分店呢，离得不算很远，他开车过来也就10分钟的车程。”洋洋没有再说什么，平时他只有周末才会回来一次，回来那2天，他经常没有时间和亲爸相处。父子的关系不能算差，但也不能说很好。洋洋，爸爸要忙了，明天一早，爸爸过去接你吧，不用司机送你了。周红林想早点见到儿子，洋洋没有拒绝父亲。父子俩结束通话后，洋洋将手机还给妈妈。妈，我明天去我爸那里玩2天。海玲恩着，可以多玩几天，你爷爷奶奶也想你了。只要周红英不回来，洋洋回周家还是很开心的。周家人现在视他为眼珠子，毕竟是唯一的孙辈。东明、海玲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，妞妞留在这里，傍晚我们去战家时带妞妞过去就行。陆太太知道儿子媳妇不会在老宅住下，他们也就回来2天的，所以让一家3口先回去，将小孙女留在老宅这边。其他孙儿女都很大了，妞妞是最小的，2岁的娃娃又是最可爱的时候。陆老夫妻俩就稀罕妞妞。陆东明和海玲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夫妻俩很有默契地站起来。海玲对公婆说道：“爸妈，妞妞就交给你们了，她等会儿可能就要睡的了。放心吧，我们会照顾好妞妞的。年轻时他们为人父母都没有好好带过自己的孩子，
全是交给保姆照顾。刚当爷爷奶奶时，他们也还没有退休，对孙辈是很疼，也就是偶尔抱一抱，并没有真正照顾。等到他们退休了，发现孙辈不知不觉都长大了，他们错过了真正含饴弄孙的时候。幸好海玲生了妞妞，这个小孙女很是亲近他们，两老的遗憾可以在妞妞这里补回来。洋洋要不要留下来？陆太太温和地问她。洋洋说道：奶奶，我要回去收拾一下带回来的东西，作业也还有一点没写完，我想抓紧时间写完暑假作业，下午去我小姨家里，龙婷也来了，就可以和她好好的玩一段时间。陆太太笑道：那你赶紧回去写暑假作业，写完了暑假作业，想怎么玩都可以。陆东明和海玲过2天就会回到江城去，一双儿女会留在管城，若是妞妞想爸妈了，梁老也会亲自送妞妞去江城。不过小丫头怕是不会想爸妈，有那么多小伙伴们玩，还有她的好表妹贝贝，怕是乐不思蜀呢。陆东明夫妻俩带着洋洋离开了陆家老宅，他们又去了陆东明3个哥哥的家里，将带回来的礼品送过去。每一家略作片刻，也需要一点时间。陆东明的3个大嫂以及侄儿女们知道妞妞在老宅，一个个都往老宅跑去，想将妞妞抱回他们家里玩，就看他们能否抢得过梁老了。妞妞是更喜欢跟着爷爷奶奶的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海玲接到了妹妹打来的电话：姐，你们到了吗？慕晴他们都来了，就差你们了，奶奶开心的连午休都不睡了。海童在电话里笑道：山庄是很难得有这么热闹的，战家九子只要结了婚的都带着妻儿回来，单身的晚上也会回来，还有与战家交好的那几家，全都过来聚一聚。游游山庄是比过年都要热闹，老太太不欢喜才怪呢。孩子们也开心，一年也就寒暑假能见面，暑假的假期最长，能玩得最久了。海玲笑道：战奶奶肯定很开心，我们早就到了，陪我公婆吃了一顿饭，现在才回我们自己的家，妞妞还在我公婆那里，等我到家后简单整理一下，再过去。妞妞跟她爷爷奶奶过去。海童理解地道：洋洋呢？叫他带2套换洗的衣服过来，在我家里住上几天吧。他好久没有在山庄住过，都没有新的衣服，以前的衣服应该不合身了。洋洋平时周末回来，是住在海童在市区的房子里，就算会去看看老太太，也没有住下，毕竟时间就1-2天，根本住不了。他就很久没有在游游山庄住了，他留在山庄的衣服已经不合身，孩子大得很快的。海童就经常叫大家不用给他的女儿买太多的衣服，转眼间小孩子就长大了，买的衣服太多，往往还没有穿，已经不合身了。洋洋可能过2天再过去住吧，他答应了他爸爸，明天过去。这么久没有回来，他应该会在那边住几天。海童忽略了周家，他说：那洋洋什么时候要过来？叫他打电话给我，我派司机过去接他。姐，那你们行休息休息。贝贝醒了，找妈妈，我去抱他。快去吧，免得又掉金豆豆。海玲催着妹妹去照顾孩子。姐妹俩相聚的时间其实也很少，大家都有了孩子，都有自己的事业，忙得很，平时通电话都是选择晚上或者清晨，只有这2个时间，大家才有点时间。与此同时的某监狱，宁太太在狱警的陪同下走来，出现在宁云初姐弟俩的视线内。她今天和弟弟还有丈夫一起过来探望母亲。战一晨在外面等着姐弟俩，她就没有进来。她对宁太太这个丈母娘压根没有好感。见到宁云初也来了，宁太太的脸色一下子沉下来。考虑到儿女好久都没有来过了，宁太太静默了一下后，还是走了过来。坐下后，看着宁天磊，然后拿起了话筒。宁天磊也拿起了话筒。妈，
宁天磊叫了一声母亲。妈，对不起，我最近都很忙，没有时间来看你。今天大姐说要过来，打电话给我叫上我一起，我挤了点时间过来。妈，你还好吗？宁天磊看着母亲那张有了皱纹的脸，还有天上的白发，意识到父母老了，是真的老了。在他的记忆深处，母亲永远都是高贵端庄的哦，这是在外人眼里，在家里，他对他和二姐很好，对大姐比后妈还不如。虽说现在20好几了，也知道父母辈的恩怨了，宁天磊还是不能理解母亲为什么要那样对待大姐。大姐不是母亲怀胎10月所生的吗？说母亲不喜欢叔叔是被长辈逼嫁的，但大姐是无辜的呀，又不是大姐的错，何苦迁怒于大姐身上？宁太太眼睛泛红，她的泪止不住。天磊，妈，很好。宁太太抹了一把眼泪，她是不想在长女面前流泪的，可是她控制不住情绪，她想儿子，想女儿，也想自由。可惜她怕是到死都出不去了，除非她死了，儿子能领回她的骨灰，就自由了。后悔吗？宁太太有过后悔，坐了几年的牢，也磨平了她的棱角，她的嚣张，渐渐也明白自己真正错在哪里。当年嫁给宁云初的亲爸，虽说是被逼迫的，也是她和真爱没有争取到底，他们都向现实低了头。婚后丈夫对她很好的，她还是念着真爱，两人还合伙算计丈夫，害死了丈夫，霸占了宁家的一切。她夫妻俩都觉得自己没有错，认为宁家的一切都是他们的，认为是宁家父母以及她的前夫对不起他们，从来都没有正视过他们的错误。还有长女，宁太太没有看宁云初，她和长女始终没有母女情。过去是她憎恶长女，如今是长女憎恶她这个亲妈，这辈子母女俩都不可能像正常的母女那样。到现在她都还是后悔生下了宁云初，后悔当初没有掐死这个女儿，都怪丈夫呀，说什么宁云初是她弟弟唯一的血脉，又是个女儿，不会争家产，养大了随便安排嫁人就行，不碍他们什么事。谁想到就是这个他们以为永远翻不了身，被他们牢牢掌控住的长女才是掀翻他们的人。夫妻俩都栽在宁云初手里了。天磊，你看过你爸吗？你爸还好吗？找到你二姐了吗？已经6年了，妈6年没有看到过你二姐了。宁太太问起丈夫的近况，宁天磊愧疚地道：妈，对不起，我最近没有过来，不知道我爸现在怎么样，不过没有接过电话，我想我爸很好的。父母在监狱里若有什么意外，会通知他，或者大姐的没有接到通知，说明父母的身体还很健康，哪怕会有点小病小痛也不用担心。二姐目前还没有找到，妈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二姐的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我都会找到她的。宁天磊的确一直都在寻找二姐，就是没有半点消息。宁太太看向了坐在一旁的宁云初，每次看到宁云初，如同看到年轻时的自己一样。年轻时的她也是像宁云初这般充满了干劲。宁云初30多岁了吧？她30多岁的时候，已经嫁给了丈夫，并且生了次女和儿子。那时候的她是最幸福的，身边有自己真正爱的男人，还有2个人的爱情结晶。宁氏企业落到他们的手里后，发展的越来越好，宁家的资产越来越多。不过她还是不如宁云初。30多岁的宁云初已经是宁氏的总裁，又嫁入了千亿豪门，公婆丈夫都宠着，还生了个聪明可爱的儿子，婆家没有糟心事。宁云初幸福的让她这个亲妈都嫉妒的要发疯，以为母亲想和姐姐说话。宁天磊将话筒递给姐姐，姐，你跟妈说2句，可以吗？宁云初接过了话筒，淡冷地问着母亲，想和我说什么？宁太太沉默，时间很短，你不说的话，
探视的时间就结束了。宁太太终于开了口，她轻声请求云初：“你帮天磊一把，找一找思琪吧。”